今天开车在太行山里面行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座山顶上面有一些石头建筑，看起来像一个山寨。我就问了一下附近干活的村民，他向我们介绍，这里以前是一个土匪山寨。我一直对这种土匪山寨、地主大院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把车停好了，准备去这个山顶看一看。山寨就在这个顶部，看起来可能就离地面200米高，但是爬上去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差不多1个小时吧。它这边全是石头林立啊，因为这种山寨一般的话都是建在石山上面。这里还有一条马路上去，并且还是车轮印，难道是在几十年前这个山寨里面还有人生活吗？因为这个明显是后期修建的，在古代不可能修建这样的道路。这个跟很多乡道差不多。其实在这种大山里面，土匪山寨很常见，我们之前也走了一部分。你像贵州、湖北的山区以前有很多土匪山寨。不过呢，这种土匪山寨它其实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一般是战乱时期，在这种大山里面的地主以及其他的豪门势力，他们为了躲避灾祸，为了躲避土匪，才这种大山里面修建一个小山寨，用来躲避。平息了战乱之后，他们又搬回去了。那地主也好，其他的家族也好，有盛有衰，衰了之后，隔了100-200年或者几十年，又变成战乱时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被土匪占据了。那么为什么这些地主乡绅他能够提前把山寨修好，用来躲避土匪呢？其实这跟他们的形势有关。一般这些大的乡绅，他不单单是在这里有大的宅院，其实在全国各地呢，他们有生意往来，经常是在外面走南闯北，从而呢，他们得知的信息比较及时，外面有什么情况或者战乱要来临，他们能够知道，所以呢，他们就会来老家这里提前准备，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不对的话，就会选择好地方，紧急情况来了，全家就撤往他们修建好的藏身地方。山寨在这里就看得非常明显，这边是寨墙，然后这个顶部也是寨墙。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山寨其实是分为几部分的。那么第一道防线是这里，最后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核心人员居住的。不管这个山寨在何种时期做什么用的，核心人员一定是在最上面。这个跟我们经常看的土匪洞以及那些山寨道理是一样的。这边就完全是靠近悬崖了，离下面可能100-200米，这边就相对的平缓一些。然后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也有修整的痕迹，那是不是当年这个上面一直都有人守卫，一直都有一些房间或者其他的布局啊？因为毕竟历史比较早嘛。这个地方是叫做仙多寨，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是明朝末年崇祯16年修建的。那个时候明朝已经快灭亡了。这个山寨主要是当地附近的地主乡绅为了躲避当时李自成的那个起义军而修建的。因为李自成那个时候是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嘛，最终明朝也是被他灭了。太行山这么偏僻，这么隐蔽，那在这里面呢，就保留了很多古村落。我们在这个寨子5公里之内就有3个古村落，都是几百年的。你像下面那个也看得非常清楚了，一个古村落，这个寨墙看得非常清楚啊，也全是那种巨大的条形石组成，每一块可能都有几百斤乃至上千斤呢，因为宽度有30公分，长度80到1米左右。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来到了寨墙的第一道关口，也是第一道防线。外面是用这些巨大的石头垒砌而成，里面呢有碎石组合而成，可以看的这个是非常宽的。那么这是第一道防线，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的寨门，你如果要上来的话，这里可以说是必经之路。这里如果一挡住的话，别人是进不来的。过了第一道寨墙，进来之后就发现没有什么了，这是现在没有什么，以前估计有的。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台阶一样的形式。那么感觉以前的寨墙的石头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垦的，非常比较平整啊。我们主要去那个最上面看一下，它还保存着门洞，还有一些生活过的痕迹。听说上面还有点将台，有点将台就证明这里当时是有武装的，这就不外乎是那些土匪以及当时古代有个团练那种。现在应该是经常有人来参观，所以道路呢比较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杂草是很高。到了冬天这里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是夏天的话就非常不好走了。这个山寨位于山西晋城的泽州大山里面，它也是晋城非常有名的一个山寨，跟其他地方的一个宛城还有兵寨是称之为3个系列之一。清朝建立之后，局势比较平缓，这个山寨呢算是放弃了。到了清朝中期以及清朝末年，局势又不太好。那么在这种山里面呢，土匪很多，当时土匪嘛也要选择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盘踞，刚好这里是大杭山深处，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山寨作为他们土匪盘踞的地方。这里的道路都比较宽，都有3米。我猜想在上个世纪是不是有人居住过啊？因为如果是土匪，他不会修建这样的道路这么宽敞的。我猜想可能是以前有人在居住，他可能上山下山为了方便，就把这个道路整理了一下。你看这些石山都有开垦的痕迹，那么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修建陵墓也好，修建其他的建筑也好，它的石头就是在这些地方开凿的，就地取材嘛。因为这本身石山石头是不缺的。走在这个上面还发现一个奇特的东西，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大家猜一猜，有知道的吗？这么圆的，你看这个山寨以及寨墙也是建在石头上面的。走上去看看，不知道里面现在还有什么啊。走了挺长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山寨的门口啊。现在走过去，来到这个山寨这里，才感觉到与众不同。很少能够看到一个山上的山寨，它道路有这么宽敞。我们在其他地方看了都算是1米左右的，而它这里你看，差不多4米宽的。现在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但是在以前是非常平整的。这里好像还有几个字，仙台寨嘛。这些石头真的是非常巨大呀，下面用巨大的石头，里面呢用一些碎石累积，因为不可能全部是这些大石头嘛，有石头有泥土碎石。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门栓有多大，直径的话都有10多公分，那证明当时这个门栓呢很大，然后它这个门的厚度呢也有10多公分。往前面走，真的是豁然开朗。这里以前应该是有房屋的，哎，发现不一样的。我以为走到这里，这个山寨就结束了，没想到它里面还得继续往前走。那边还有，这个真的是与众不同啊。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上面走，那等于它这个山寨其实是分为4个模块，这里上面是一个，我们现在站的是，然后下面一个第一道寨墙，还有中间一部分，所以说算是一个立体防御的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房屋的遗址，它刚好是在寨墙里面，以前应该也是居住的人。整个这个平台上面有好多房屋，刚刚我们从大门进来，那里应该也是一些房屋的遗址。我们往前面走走，这个寨墙很宽呢，大概有2米，也就是说这个上面以前可以是走人的，就跟我们在西北看到一个城墙一样。当时修建这个山寨，我估计也花费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些石头全部要弄平整，然后累积起来都是要花费大功夫的。不过好就好在他们实力比较雄厚，能够聘请很多人来建造这个山寨。我们准备去那个顶部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台阶上去，感觉是在一个山顶去看一个寺庙一样的，并且你看这个地方非常平整啊，明显是打磨过的痕迹。那以前这里可能是凹凸不平的，是后面修建这个山寨把这个弄平了。它这里跟我们平时看的不一样啊，因为它这里是临时修建的，也不可能是为了长期居住，从而他们整体建造的话，石头比在那个古村落看的那个地基石头稍微粗糙一点。来看看里面的布局，那边是大门，然后那个是寨墙，在这里面呢有一栋房屋，这个刚好是在寨墙的里面。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以前早期是那些地主家里人居住的，后面就变成土匪住的了。这一块呀都是有房屋的痕迹，你看这外面是一道城墙，那里面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房间，只不过已经倒塌的很多了，就证明是有人居住的。那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是一个圆形的，这个就是他们如果在这个寨子里面有粮食能够生活几个月的原因，那是一口水井。我们经常说这种山寨如果生活几十个人乃至几百个人，他的长期饮用水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个水井，这就是他们的水井。大家猜一猜是水井还是说水窖比较合适呢？我感觉是水窖好一点，可能他们就去山下把水弄上来，就储存在这里。我猜想可能啊，你如果是水井的话，他们下面应该比较深。那这边又是一个房间，不知道是什么人员身份居住的，反正我们就比方说是土匪首领居住的吧。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个石山挡住了，刚好呢经常北风是往那边吹的，它这个门呢朝南边，所以北风挡住了，他住在这里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你看他这个房屋是有点椭圆形上去的，那证明以前呢上面是有那种木横梁，然后是有那种瓦，如果不是瓦的话就是石瓦片。往前面走看一看，越往前走就越高。那这个上面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房屋啊，你看它是层层递高上去，这边我就不知道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都是比较粗糙。现在还有安全保护措施啊，就防止这些石头坠下去，弄那个铁网把它捆绑住。这上面感觉像一个小寺庙一样，还真的是有个小的。到了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看看这个寨子，它的寨墙都是有好几米高，惊不惊险，刺不刺激？在这个寨墙正前方就有2个古村落啊。这个寨子这样看起来确实非同一般，让人大开眼界，可以说是他们很会选择地方，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土匪窝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尽管现在大部分都损坏了，只剩下一点遗址，但是也确实能够见证太阳山里面的历史。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